佛教经典《地藏本愿经》中记载着一个真实存在的恐怖之地——无间地狱，它是众生避之不及的罪业深渊。说起这部经典，就不得不提到那位悲愿宏深的地藏菩萨。相传，久远劫前，地藏菩萨曾为婆罗门女，其母信邪，常轻三宝，命终之后，魂神堕入无间地狱。婆罗门女之母在恶趣，遂变卖家宅，供养佛寺，至心称念佛号，感佛现身告知，其母因生前谤佛毁僧，堕入无间地狱，受无间苦。婆罗门女立弘誓愿，愿我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使令解脱。自此，地藏菩萨便踏上了救度地狱众生的漫长征程。地狱道作为六道之一，处于六道最底层，是罪恶之道。在这片广袤而阴森的区域，流传着18层地狱的说法。实际上，18层地狱位于一座巨大的铁围山之内，属于大地狱，其下又划分出500个更小的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着独特的刑罚，对应着不同的罪行。而无间地狱更是地狱中的炼狱，它孤悬于铁围山之外，四周环绕着高耸入云的铁壁，森严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。若将地狱比作一个庞大的监狱系统，那无间地狱无疑是关押重刑犯的最高级别监牢。为何此地被称为无间？地藏本愿经中，地藏菩萨曾向佛详细阐述其中缘由。世尊，无间地狱者，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，其城纯铁，高1万里，城上火炬，少有空缺。其狱城中诸狱相连，名号个别，独有一狱，名曰无间佛。与地藏菩萨的这番对话，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阴森可怖的地狱现场。第一，日夜受罪，以致结束，无时间绝，故曰无间。在无间地狱中，罪人的痛苦没有丝毫停歇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。炽热的火焰灼烧着肌肤，锋利的刀刃切割着骨肉，冰冷的寒风如刀般刮过脸庞。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，1年、10年、100年，甚至更漫长的结束，痛苦都不会有片刻的间断。他们多想在无尽的苦难中获得一丝喘息，可那只是奢望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第二，一人一满，多人一满，故曰无间。无论这里关押着一人还是无数人，空间都不会显得拥挤。罪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相互碰撞、摩擦，加剧着彼此的痛苦。他们在狭小的空间里挣扎、哀嚎，却无法摆脱这令人窒息的困境。第三，罪起插棒，鹰蛇狼犬，对磨锯凿，错着货汤，铁网铁绳，铁驴铁马，升格落手，热铁浇身，鸡吞铁丸，可饮铁汁，从年尽节，数纳由他，苦楚相连，更无间断，故曰无间。地狱中的刑具千奇百怪，每一种都足以让人胆寒。罪人被巨大的叉子刺穿身体，被恶鹰啄食双眼，被毒蛇缠绕撕咬，被狼牙撕裂肌肤，还有那沉重的对磨将人碾成肉酱，锋利的锯子将人锯成2半，滚烫的货汤将人煮得皮开肉绽。他们吞食着炽热的铁丸，喉咙被烫得血肉模糊，饮用着滚烫的铁汁，肠胃被灼烧得千疮百孔。这些痛苦一个接着一个，没有尽头，让人绝望。第四，不问男子女人，羌胡夷狄，老幼贵贱，或龙或神，或天或鬼，罪行业感，悉同受之，故曰无间。在无间地狱面前，众生平等，无论你是身份高贵的帝王将相，还是地位卑微的平民百姓，无论你是人类还是龙、神、天、鬼等其他生灵，只要犯下重罪，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。在这里，没有特权，没有例外，唯有痛苦如影随形。第五，若堕此狱，从出入时至百千劫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求一念间暂住不得，除非业尽，方得受生，以此连绵，
故曰无间罪人们在这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每一次死亡都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剧痛，每一次重生又要再次面对无尽的折磨，一日一夜之间就要经历万次生死轮回。这种痛苦的循环没有尽头，只有当罪业消除，才能脱离苦海，但这又谈何容易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重罪会让众生坠入这万劫不复的无间地狱呢？对于凡夫俗子而言，有5种罪行被称为忤逆重罪，一旦触犯，便会被打入无间地狱。第一，不孝父母，乃至杀害。百善孝为先，这是流传千年的古训。父母给予我们生命，含辛茹苦将我们养育成人，这份恩情比山高，比海深。在动物界，尚有羊羔跪乳、乌鸦反哺的感人场景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更应懂得孝顺父母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却有一些人违背人伦，做出不孝甚至杀害父母的恶行。地藏菩萨曾目睹无数这样的悲剧，他痛心疾首，父母之恩重如泰山，不孝之人实乃天地不容。那些伤害父母的人心中已无丝毫善念，他们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人伦道德，更是对生命的亵渎。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无间地狱的严酷惩罚。在地狱中，他们将承受被铁钳撕裂身体、被毒蛇啃噬骨肉的痛苦，以此来偿还对父母犯下的罪孽。第二，出佛身血。佛者，觉也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。佛陀是智慧与慈悲的象征，他以无量的愿力和智慧引导众生脱离苦海。虽然佛陀也要遵循因果法则，但凭借其圆满的修行，再重的罪业也能得到极大的消解。然而若有人胆敢袭击佛陀，致使佛陀身出血，那便是犯下了弥天大罪，如同古代的弑君之罪。在过去世，曾有恶人造谣诽谤佛陀，甚至试图伤害佛陀的身体。佛陀慈悲为怀，并未对他们心生怨恨，但因果不虚，这些恶人最终都坠入了无间地狱。在那里，他们遭受着火焰焚身、铁针刺骨的痛苦，每一分痛苦都在警示着世人，不可对佛陀有丝毫的不敬与冒犯。第三，诽谤三宝。佛法僧乃佛教三宝，佛是觉者，法是教义，僧是修行的导师和榜样。这里所说的僧，指的是具有高深修行，能引导众生走向解脱的僧宝，而非普通的僧人。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自由，即便不信佛也无可厚非，但若是诽谤佛法，劝阻他人学佛，那便是重罪。现实中有人因无知或偏见对佛法进行恶意诋毁，殊不知他们的行为正在给自己种下恶果。地藏菩萨曾感叹，世人愚痴，不明因果，诽谤佛法，实是自断善根。这些诽谤佛法的人在地狱中会被投入黑暗的深渊，承受着被黑暗吞噬、被痛苦淹没的折磨，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真心忏悔，才有可能减轻罪业。第四，侵犯常住。寺庙是僧人修行、弘扬佛法的清净之地，也是众生寻求心灵寄托的场所。这里的一切财物皆来自十方信众的供养，承载着众人的善念与期望。然而却有人利欲熏心，对寺庙的财物起了贪念，破坏寺庙，偷取钱物。常住之物，十方来十方去，不可妄取。地藏菩萨告诫众生，侵犯常住便是侵犯了众人的善念，必将受到严惩。在无间地狱中，这些人将被铁链锁住，在滚烫的铁板上爬行，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皮肉被烫掉的剧痛，以此来偿还他们的贪婪之罪。僧尼们严守戒律，一心修行，只为积累功德，解脱生死。他们的修行之路充满艰辛，每一份清净与安宁都来之不易。第五，玷污僧尼，伤害僧众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在古代，曾有恶少调戏尼姑，妄图破坏他们的修行。地藏菩萨慈悲救度尼姑脱离险境，
但恶少却因自己的恶行坠入无间地狱。在那里，他遭受着被千刀万剐、被猛兽撕咬的痛苦，日夜不得安宁。这一切都在警示着世人，要尊重僧尼的修行，不可对他们有任何伤害。凡夫所犯的这忤逆重罪，每一条都违背了人伦道德和因果法则，是对善与正义的严重践踏。然而，对于出家人而言，佛法对他们的要求更为严格，因为他们肩负着引导众生、弘扬佛法的重任。一旦出家人犯下某些罪行，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还等同于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究竟是哪些罪行会让出家人坠入无间地狱呢？第一，伪作沙门。施主1粒米，大过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这句寄语如洪钟般在每一座寺庙的清晨与黄昏回响，它警示着每一位出家众，受众生供养，便要担起弘法利生的责任，稍有懈怠，便要承受因果。然而，偏偏有人将出家视为儿戏，全无真正的信念与愿力，伪作沙门。曾经有一位名叫明远的年轻人，他因在尘世中遭遇生意失败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便想着到寺庙中躲避债务，寻求清净。剃度时，他面对师父的询问，口中念着皈依三宝的誓言，可心中却盘算着等风头过去便还俗。在寺中，他不愿潜心修行，对早晚可敷衍了事，还时常抱怨寺庙生活清苦。其他僧人好心劝导，他却不以为意，甚至恶语相向。地藏菩萨曾言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能为。若无出离心、菩提心，妄着袈裟，实为欺天瞒地。明远的行为终究难逃因果。他去世后，因其对出家的轻慢，对佛门的亵渎，坠入了无间地狱。在那里，他被沉重的铁袈裟压得喘不过气，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声响，无数荆棘穿透他的身体，痛苦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这便是对伪作沙门者的惩罚。第二，欺骗白衣。这是出家人中令人不齿的恶行。在市井之中，曾出现过一些心怀不轨的僧人，他们打着佛菩萨的旗号，利用信众对佛法的虔诚与信任，巧立名目骗取钱财。他们声称有能消灾解难的佛宝，只要信众捐出足够的香火钱，便能保全家平安，或是说能为信众超度亡灵，收取高额费用后却敷衍了事。佛说，以虚妄语惑众，如饮鸩止渴，自毁慧命。地藏菩萨看着这些被骗的倾家荡产、伤心欲绝的信众，心中满是悲戚。这些欺骗白衣的僧人，将信众的信任当作敛财的工具，将佛门的清净之地变成了交易的场所。他们死后，在无间地狱中，舌头被铁钩勾住，不断拉长撕裂，还要被迫吞食滚烫的铅水，以此偿还他们用谎言给众生带来的伤害。第三，盗取十方物资。寺庙中的财物皆来自十方善信的供养，承载着无数人的善念与期望，本应十方来，十方去，用于供养僧众，救济贫苦，弘扬佛法。然而，总有一些僧人被贪欲蒙蔽了双眼，妄图盗取十方物资。从前有座大寺庙，寺中香火旺盛，信众供奉的财物众多。其中一位负责库房管理的僧人智贪，见财起意，偷偷将部分财物占为己有。他起初只是拿些零散的铜钱，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甚至将珍贵的佛像、法器偷出去变卖。其他僧人发现后劝他回头，他却执迷不悟，盗取十方物，如食铁丸，终要自食恶果。地藏菩萨叹息道，智贪最终因恶行败露被逐出寺庙，而他死后更是坠入无间地狱。在那里，他被关在一个满是锋利铁刺的牢笼中，每当他试图触碰身边的财物，铁刺便会刺入身体，鲜血淋漓。他还会看到那些被他盗取的财物化作毒蛇，不断地缠绕、撕咬他，让他在痛苦中永远不得安宁。
更有甚者，一些出家人不仅自己违背戒律，还教唆他人犯戒，扰乱佛门清净。他们在寺庙中拉帮结派，传播歪理邪说，让意志不坚定的僧人也走上歧途。这种行为如同瘟疫，迅速蔓延，破坏了整个道场的修行氛围。一人染恶，众人遭殃，此乃佛门大患。地藏菩萨痛心疾首地说道：这些教唆犯戒者，在地狱中会遭受更为严酷的刑罚。他们被投入沸腾的油锅，身体被煮得支离破碎，却无法死去，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承受因果的反噬。如今末法时代，人心浮躁，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出家众，不信因果，不知敬畏者大有人在。走在繁华的都市街头，常能看到有人对佛法嗤之以鼻，对寺庙中的佛像随意亵渎。在寺庙中也偶尔会出现僧人违背戒律的现象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末法之时，魔强法弱，众生更应谨守本心，莫造恶业。地藏菩萨的话语在这喧嚣的尘世中显得尤为珍贵。有一位名叫李华的年轻人，他原本对佛教并无恶意，但在朋友的怂恿下，为了博取眼球，在网络上发布了大量诋毁佛法的言论。他言辞激烈，煽动性极强，误导了许多人对佛教的认知。起初他还觉得好玩，可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工作中他频繁出错，被领导批评；感情上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，身体也时常生病，精神萎靡不振。他开始感到害怕，四处求医问药，却不见好转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位老和尚。老和尚慈悲地看着他，说道：年轻人，你可知自己犯了大错，诽谤佛法，罪业深重。如今你所遭遇的困境，皆是因果现前，唯有真心忏悔，改过自新，方能消业障，得平安。李华听后痛哭流涕，在佛前真诚忏悔，并发誓不再诽谤佛法，还要向被他误导的人澄清事实。慢慢的，他的生活才逐渐恢复正常。而在一座偏远的寺庙中，有一位年轻的沙弥，他因羡慕尘世的繁华，偷偷下山还俗后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。起初他觉得无拘无束，十分快活，但没过多久，他便染上了重病，花光了所有的钱财，还遭到了朋友的抛弃。在绝望之际，他想起了在寺庙中的日子，想起了师父的教诲。他拖着病体，艰难地回到寺庙，跪在师父面前，泪流满面地忏悔。师父慈悲地收留了他，让他重新出家修行。在师父的指导下，他潜心忏悔，日夜诵经，终于在修行中逐渐消除了罪业，身体也慢慢康复。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无论是凡夫还是出家人，只要造下恶业，便会受到相应的果报。堕入三恶道已是痛苦不堪，更何况是那最深最苦的无间地狱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这简单的16个字，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慈悲。让我们以地藏本愿经为镜，时刻警醒自己，谨守身口意，不造恶业。在这如梦如幻的红尘中，秉持善念，多念一句佛，多行一件善，愿众生皆能远离恶道，得遇正法，在修行中获得究竟的解脱与自在，让三恶道的苦难日减一日，让人间充满光明与希望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